蒋博，你离开这儿吧，你跟我们走吧。你离开这儿，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你喜欢的，开工作室也行啊。我跟祁连都支持你，我还给你当助理，行吗？蒋博，蒋博，蒋博，我离不开的。无论跑了多少次，他都会把我带回来这里。你是离不开还是不敢啊？江小媛，你不要管我了。我不管你，我不管你，谁管你？我跟祁连是专门过来找你的。你要说你不喜欢美妆，你就别画这么多图啊！你想一辈子都被你妈困在这儿啊？岳宁川都告诉我了，你一直都想逃离你妈妈的掌控。你看看，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看看，你17岁参加国际美妆大赛的作品，你17岁就拿了区域赛冠军。你再看看这个烟熏妆，技法和攻击性都很强，还有这个，你把他的嘴缝上了。你想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处境很难，你有口难言，所以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化妆这件事情上，对吗？我也听说了，你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时候想一了百了，是接触了美妆才会觉得生活有点乐趣。你那个时候那么难都坚持过来了，现在又在这放弃什么呢？你现在觉得喜欢，觉得开心，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等哪天你付出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这么喜欢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需要那么多理由吗？你想想，你那么热爱这个事业，你那么有天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肉体可以被困住，但灵魂是谁都左右不了的。你是想当烂泥一样的活着，还是出去跟我们做你喜欢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就这件事情不行。如果做不了化妆师，我不如死了算了。范总，蒋波他想清楚了，他要跟我们一起走。小波，你想清楚了？
妈妈提醒你，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妈妈给的。你今天要是从这儿走了，就别想再回来。妈，其实你很清楚，我活到今天，不是靠你的。走吧。走。你先在这儿坐一下。要不要喝水呀？你想吃东西吗？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该，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啊。我给你煲点汤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事先声明一点，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明天就给我走人。给他煲的汤，他一口都没喝，他也怪可怜的。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好。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你可以住我这儿。怎么住啊？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你睡卧室，我睡客厅沙发，他睡门口，顺便开门。他又不是看门的，你干嘛欺负他？
反正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搬出去的。什么你们我们的呀？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当然是你啦。蒋博现在处境可怜，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但过段时间之后，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吗？他跟我们出来，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而且以他的能力，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二来也能积攒人脉。哦，对了，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小袁，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说。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不用休息，机会难得。怎么了？杞人忧天的样子可不像你了。有吗？那当然了。明天的事儿明天筹呗，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我的日子也到头了，但是呢，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哎，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江小媛，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取出你身体里的芯片。好美啊！是吧？是啊。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这芯片再不取出来，那是很危险的。不了，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再告诉他也不迟。你们起这么早啊？我给你们带了早餐，你先吃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蒋博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怎么样？我不去。为什么呀？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这样的话，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生意也会随之而来。没理由不去啊！
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星河嘛。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就算你能参赛，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他想筛掉什么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没希望的，你放弃吧。我都查过了，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这样避免有黑幕，你懂吧？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范小小他一个人也干涉不了。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哦，哎，那正好哎，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怎么样？我懒得跟你说。哎，你坐，那个我去帮你拿啊，你坐。来，热的。我是要喝水。哦，我帮你倒了。我也想喝水。你先自己倒啊。不是，你都什么毛病啊？伺候我上瘾了吗？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江小源，你不用再讨好我了，行吗？我不会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我真心感谢你，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以你的能力，另谋高就吧。还有，我不想带个拖油瓶。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要不是小袁，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那我就得感激涕零了。哎，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小袁，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跟他单独聊聊。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要是不愿意，当时怎么没反驳呀？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他找个好点的团队不比跟着我强吗？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小袁处处帮你，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他都没有记恨。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我招江小源不是范小小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还轮不到你来问我。你还跟我装傻？要不是我们保你，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你威胁我？对，我就是在威胁你。我不是江小源，跟你没情分。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我何必淌浑水救你？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源的资料，猜测星河可能会招他，所以我提前把他招到我手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范小小的书房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拿了我就走了。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源？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烦呢？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但这样一来，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通知他过来。你把我送走，你准备怎么跟江小媛说呢？你现在想起来江小媛了？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我是为他好。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江博，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你不用顾虑别的，陪他开就是。是吗？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抢了你的位置？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就试试看。你们聊完了吗？聊完了。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还有开工作室。真的啊？那太好了！你怎么说服他的？他就是个受虐体质，不习惯别人对他好，怼他2句，什么毛病都没了。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来，你坐，你坐。哎，齐言，你先工作去吧，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哎，我是这么想的。不急，我们先。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啊。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啊？你也要参加啊？呵呵，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为什么不带我？你不会没装啊？再说了，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啊？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我有。小杨，我这有50万，可以全部入股，算你20%技术股，工资5000，提成立万算，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比如说什么千华？哦，不，晚风，晚风怎么样？死你！那你说叫什么嘛？哦，叫博源，博源行不行啊？我去上班了。干嘛呀？擦擦。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我不打算。情感这种东西啊，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那就不纯粹了。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如果2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哎，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起名字嘛，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事情多得很。这不有你的吗？我跟你说啊，2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我是天才，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我准备睡了，你自己忙活吧。哎，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这边30。
喂，50万啊，太贵了，那我们得再考虑考虑。哦，谢谢您啊。好。哎呀，你快点儿，你站着干嘛？咱们还有那么多店铺没看呢，快点儿。咱们现在只有50万，租完店铺、装修完，再采购一批化妆品，应该就不剩什么了。要是工作室开张之后还接不到足够的订单，那很快你连我的工资都付不起了。虽说这个工作室是因为参赛才成立起来的，但是蒋老板，你可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了，要考虑下前景才行。我差点忘了件要紧事啊！以工作室名义参加比赛，必须要有主办方的邀请函。啊？还要邀请函？废话，这种规格的比赛，你以为是哪个野鸡工作室都能参加的吗？更何况我们现在连手续都没办起来，你觉得能有这样的殊荣吗？那就是成立了工作室，还是没有资格报名参加呗。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这一点，很有可能我们白忙活一场。不要紧，手续我来办，我再想办法宣传一下工作室。哎，你那些老客户都在吧？邀请函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我现在风评不太好，这件事儿慢慢来吧，我尽可能想想办法，好吧？不是尽可能，是一定，大哥，咱现在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要口碑没口碑，还树立了范小小这么强大的敌人，以后的路多难走，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我请你吃点好吃的吧。服务员，拿菜单过来一下。先生，您先看一下。好，谢谢。来，你看吧。这么贵，大哥，咱都穷成这样了，还吃这个呢？走。真走。这是6年前警方提供的事故报告。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怀疑诺亚的死跟范小小有关系吗？因为灯塔系统当初的睡眠舱，现在就在范小小的手上。就是前段时间曝光的诺亚方舟游戏舱，他甚至瞒着所有人，还在继续进行着试验。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睡眠舱在他手上，那当年坠下山崖的又是什么呢？睡眠舱可是诺亚亲自押送的呀，要是被人调了包，他不会不知道的呀。可能性太多了。也许当时车上的人根本不是诺亚，又或许诺亚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遇害了。范小小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睡眠舱，又让整件事情死无对证，足见他早有预谋。如果诺亚是被他害死了，这太可怕了。我一直在想，范小小到底是怎么盯上灯塔系统的？会不会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勾结了范小小，一起害了诺亚？这不可能。诺亚挑的人向来都很有职业操守。至于范小小，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谁都不会觉得他有能力收购明光实验室，更别提去跟他勾结了。不是内部人员，难道范小小也是试验者？以试验者的身份接近诺亚？白先生，当初灯塔系统的试验，总共招收过几名试验者？我会设法去打听一下。
这么晚了才回来呀？怎么还没休息啊？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我刚整理完资料，想着还有点时间，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您见过这种芯片吗？见过。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用法嘛，就跟这上面一样，植入脑部，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说起来，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可惜啊，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出事儿了。哎，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想要取出倒也不难，就是要等满1年。1年以后，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就这么简单？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只要操作得当，当然是安全的。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以免芯片错位。怎么了？等我一下。我江小媛以此为证，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以后一定赴汤蹈火，替他办成一件事。如有违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我来找你兑换心愿，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你都把它拿出来了，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我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我看中了你的实力，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趁机当个大股东，多好。就你心眼多。小袁，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让我好好睡觉行吗？吵醒他了，我去给你热杯牛奶。这么快就到了，辛苦了，辛苦了。轻点啊。对
快吃饭。喂，江委员，你张老师喝多了，你快来看一下啊！啊？高总，我今天真的喝不下了，下次再陪您喝个高兴的。您看，上次我设计那个盛典的妆容，您觉得怎么样？挺好的呀，对你的实力我一直特别认可。高总，那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哎，小蒋啊，不好意思啊，我特别想给你这个机会，但你也知道，邀请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的。高总，咱上次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您满意，您就会考虑这个事情。这个邀请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今天的活我都给你干了。小蒋，你这是要我把话说明白啊？范总在行业内放下了话，谁要给你机会，那就是跟星河撕破脸。你帮我做设计，我当然乐意了，但犯不着为了你趟这趟浑水吧。强波，你别碰我！你跟谁发火呢？蒋博，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连跟我喝酒的机会都不给你。高总是吧？我记得你以前挺巴结蒋博的呀，怎么了？人一出事儿就急着踩一脚，你可真够没品的。你别拉我，你怎么回事？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人？你以为我想吗？我还不是在为我们想办法。可我找了我能找的所有关系，没有一个人肯给我们邀请函。就算要找机会，也不能让别人这么欺负你。范小小现在把我逼上了绝路。你要是还想参加比赛，就离我远一点，还有一线机会。你怎么说话呢？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即使不参加比赛，开美妆工作室不也是你的梦想吗？如果时间重置，还敢一起吗？在旅程的开始，你会等着我吗？无边的黑夜，远处的灯塔，是你在为我指引吗？ You are the only one, my light. You are the only one, my light. 沿途的烟雨绕过我的世界，才成你赠我一片晴。
真。